Hello，大家好。今天加拿大央行宣布维持5%的基准利率，并继续实施量化紧缩政策。然而，因为美国经济继续强于预期，而且美联储目前仍领先加拿大央行50个基点。芝商所美联储观察工具显示，美联储在12月加息25个基点的可能性已经达到30%左右，这将给加拿大央行带来持续的压力。如果加拿大央行被迫在明年年初加息，一定会给房产市场带来更加沉重的打击，因为这会推迟未来降息的时间。现在美联储也希望把高利率维持更长时间。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上周讲话中指出，通胀仍然过高，美联储打算在经济依然强劲的情况下长期维持高利率。加拿大央行目前的处境十分窘迫，一方面经济已经存在衰退迹象，另一方面美联储还在步步紧逼，跟还是不跟，进退两难。跟吧，经济会加速放缓，衰退的可能性加大；不跟吧，美联储已经领先加拿大央行50个基点，而且到今年年底可能会放大到75个基点，这势必会造成加元大幅贬值，带来资本外流和输入性通胀。从今天的报告来看，两害相权，加拿大央行更倾向于前者。他们表示，必要时将进一步提高政策利率。近几个月，已经先后有3位省长致信加拿大央行行长蒂夫，要求央行不要加息。这些政客真的是喘得冒泡。你说你发信吧，就低调点，偷偷摸摸的进行就好了，非要搞得声势浩大，人尽皆知。央行行长蒂夫最近警告这些省长，让他们不要把自己的手伸得太长，损害央行的独立性。其实加息问题的根源也不在加拿大央行，而是在美联储。解铃还需系铃人，这些省长应该给美联储写信，要求美联储不要加息，尽快降息才对。加拿大央行还在报告中表示，虽然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过去的加息正在抑制经济活动，缓解价格压力，但是劳动力市场仍然紧张，工资增长压力持续存在。目前工资增长仍在4%至5%左右。央行的首选工资指标之一，长期工的时薪增长率在6月份放缓至3.9%之后，目前已经升至5%以上。这表明过去3个月工资年化增长大约10%。工资的快速增长如果没有生产率提高的支持，就必然会导致企业成本增加，更高的投入成本也会通过更高的价格转嫁给消费者。央行的商业调查显示，工资上涨是大多数公司的一个重大担忧。加拿大央行副行长尼古拉斯·文森特最近的讲话表明，在当前通胀较高的环境下，定价行为近年来发生了变化，企业比以前更加频繁地提高价格，这导致核心通胀指标几乎看不到下行势头。央行预计明年的经济增长将继续疲软，直到2024年底和2025年才会有所增长。总体而言，央行预计加拿大经济今年将增长1.2%。2024年增长0.9%， 2025年增长2.5%，预计到明年年中，平均通胀率将在3.5%左右，然后在2025年逐步放缓至2%。加拿大央行表示，将仍然坚定地致力于为加拿大人恢复价格稳定。在央行宣布维持基准利率不变之后，加元汇率迅速跌至7个月低点。尽管房价现在有所下跌，但最优惠利率仍保持在7.2%，是过去22年来的最高水平。这也使得房产市场处于史上最差的负担能力期间。最近的一项调查显示，抵押贷款利率上升将进一步打压房地产市场情绪。调查显示 79.1% 的受访者表示，抵押贷款利率进一步降低了他们对房地产市场的兴趣。这表明过去几个月负担能力和房产市场情绪都在恶化。调查显示，首次购房者对抵押贷款利率可能上升的担忧更为明显。86.3% 的首次购房者表示，抵押贷款利率降低了他们对房产市场的兴趣。加拿大国家银行认为，加息仍需要数年时间才能完全在市场中发挥作用。目前只有1半多一点的影响得到了体现。即使不加息，他们预计加息的影响也将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继续放缓需求。10月份房产市场的冷清程度也能印证这一点。大部分购房者都已经离场观望，要么房价大幅下跌，
要么利率大幅下降，这样购房者才能再次回到房产市场。安格斯里德研究所周一发布的数据显示，月供还款增加导致人们财务状况严重恶化，同时很多即将续签抵押贷款合同的人也非常焦虑。15%的抵押贷款持有人表示，他们在抵押贷款财务方面非常困难，远高于3月份的8%和6月份的11%。调查显示，目前的利率水平让79%的受访者担心面临更高的月供。过去5年来，人们习惯于每月支付2000加元的月供，现在月供的额度突然暴增1倍，增加到4000加元，这必然导致借款人的家庭财务状况恶化。Wealth Rocket 委托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，如果利率再次提高，35%的加拿大抵押贷款持有人需要对其债务状况做出相应的改变，他们要么需要找第二份工作，要么需要出售房屋。为了应对抵押贷款违约率上升问题，加拿大金融机构监管办公室已经指示贷方持有更多的抵押贷款资本，以遏制金融系统的风险。修订后的资本充足率规则将于11月1日生效。在本财年的前9个月，银行已经预留了94.5亿加元的坏账准备金，是上一年预留金额的4倍多。本周，联邦住房部长肖恩·弗雷泽表示，联邦政府将在秋季预算更新中公布更多的住房措施。这些政策包括扩大住房供应、打击短期租赁、提高投机者税收等内容。预计秋季经济声明将在未来几周内公布。最近，为了增加房产市场的供应，加拿大联邦政府已经开始采取措施，敦促各省出台更严格的短期租赁法规，以减少短期租赁房屋的数量。不少人怀疑这项政策是否能真正减少短期租赁房屋，增加房产供应。从最近美国纽约打击短租市场的情况来看，成效是十分显著的。美国纽约从9月份开始打击短租市场。根据住房维权组织 Inside IBNB 的数据，8月至10月期间，纽约短期租赁数量骤降 85%。市政当局一致认为法律发挥了较好的作用。现在加拿大越来越多的省份已经行动起来了，未来长期租赁市场和房屋交易市场都必然会迎来更多的市场供应。对于高杠杆投资者，应该利用央行暂停加息的短暂机会，尽快退出市场，否则可能将进一步扩大损失。对于刚需和普通投资者来说，应该再等一等。一方面，加息的影响仍在不断发酵之中；另一方面，未来可能仍有更多加息。即使未来利率已经达到峰值，也不必急于出手，因为高利率一定会持续很长时间。美联储的行动往往是先行指标，你有足够的时间考虑出手时机问题。好了，以上就是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的内容，谢谢观看，再见。